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德，来自台南。小时候饮料都喝全糖，耶嘿！今天要教大家变钱的魔术，怎么变钱呢？只需要一副扑克牌就可以变钱。我没有骗你哦，这是一副扑克牌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每一张都可以给观众检查。请观众呢随便的帮我碰一张牌，每一张都可以随便碰一张。再请另外一位观众随便的碰一张，每一张都可以随便碰一张。然后呢，这整副牌都可以彻底的给观众洗乱，怎么洗都可以，不要丢到洗衣机就好。为什么可以洗牌嘞？因为这副牌我们根本用不到。这魔术只需要2张牌，第一张是观众选到的爱心3，第2张呢是观众选到的梅花 J， 总共2张牌。然后呢，扑克牌的背面呢都是红色的，对吧？其实偷偷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，扑克牌呢只要正面对正面的叠在一起，像这样子，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哦。来咯。一枚硬币变出来了，谢谢大家，耶！马上进入教学时间。这个魔术我们需要准备一副牌，还有一个硬币。变硬币魔术的时候，硬币大小很重要。如果拿小的硬币，像是1块钱，容易隐藏，但是硬币变出来的视觉效果不够强。拿大的硬币，视觉效果很好，但是不好藏。所以要挑选大小适中的硬币。通常魔术师喜欢用美国的 half dollar 来表演，大小是直径30.6厘米。有些魔术师喜欢用再大一点的硬币，像是美金1 dollar， 直径是38.1厘米。如果没有美金 half dollar 和1 dollar 也没关系，用台币的50元也可以。事实上，硬币的大小要依照自己的手掌大小来决定。大观念是手掌可以藏的情况之下，硬币越大越好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视觉效果比较好，而且也比较好藏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硬币大一点其实比较好藏。举例来说，如果要藏1块钱的硬币，手指的弯曲幅度很大。但如果藏的是美金1块钱，手指的弯曲幅度很小。具体的测量方法，擅长硬币的魔术师 Kenoa Harbottle 曾经介绍这样的判断标准。用无名指和中指的指腹宽度来判定。对我来说 ，half dollar 和50块大小适中，没有超过指腹的宽度。如果我用1 dollar， 就稍微大一点点，稍微超过了，但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，手感会稍微不一样。像是1块钱就太小了，也是可以，没有不行。但对我来说，最适合的是 half dollar， 或者是50块，或者是呢英国的1 penny 也可以。所以选择硬币的时候，要根据自己的手掌大小来调整。如果硬币这么大，很明显已经超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宽度，像这样子呢就太大了。这样子呢，如果把硬币藏起来，连瞎子都看得出来怎么变的。所以真的表演的时候，不可以用这么大的硬币。究竟硬币要怎么藏呢？怎么藏才不会让观众发现？手上藏着硬币一定很明显，而且看起来不自然。要怎么让观众觉得手上没有藏东西呢？这边需要用到每一个魔术师都必须学习的技巧，叫做心理诱导术，也有人叫做错误引导，英文叫做 misdirection。错误引导是魔术里最重要的技巧，背后蕴含大量的心理学。当你熟悉错误引导，就能控制观众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是经过有系统的训练，加上足够的练习，每一个人都能学会。讲错误引导前，想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想过怎样的动作最自然？错误引导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看起来很自然，这跟心理学有关。观众会注意不自然的动作，忽略自然的动作。比方说，如果要把这个瓶盖藏在手上，如果像这样子握着拳头，非常不自然，观众一定会发现。所以握着的时候要呈现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姿势，像这样。这样还是不自然啊。早在上千年前，那时候的魔术师就已经发现，双手最自然的姿势不是完全伸直，而是有点弯曲的。我们从以前的画就可以看到，稍微微微弯曲才是最自然的姿势。所以今天教的 finger palm 就是用到这个原理。这个魔术需要用到一个专业的手法，叫做 finger palm， 手指藏法。这边的 palm 在英文的意思代表手掌的意思。
但是在魔术的术语，我们把它当作藏的意思，是一个动词。这个是手指的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。首先呢，要先把硬币藏在手指的第三节，然后主要是用无名指来施力卡住硬币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中指也施力也没问题，但是主要的施力点是无名指。然后 finger palm 的位置可以在第三节，也可以在第二节，可以在比较低的位置，也可以在比较高的位置。针对不同的魔术会藏到不同的地方。那你当然也可以稍微下面一点，或者是上面一点，也有人会夹到食指这边。那我们今天教的魔术只需要夹在这边就可以了，大概无名指跟中指之间，用第三节无名指施力卡住，记得指缝不要太开，否则会被观众看到，尽量指缝要闭起来。如果你的指缝像我一样闭不起来，那你可以试着把无名指和小指稍微往前一点，手指不一定要平行，可以稍微前后交错，可以对着镜子练习看看，自己调整一下手指肌肉的角度。记得手背朝观众，或者是手背朝上，这里不能被观众看到。虽然手指微微弯曲是自然的状态，但手上藏着硬币，不可能太自然。这时候就要提到魔术棒原理了。你有想过为什么魔术师需要魔术棒吗？其实讲真的，对观众而言，魔术棒就只是让变魔术的人看起来更像魔术师，多一个演戏的道具。但是呢，对魔术师而言，魔术棒真的有魔法。只要我手中拿着魔术棒，观众就不会怀疑我手里有藏硬币。一般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觉得一只手不可能同时拿两个物品。如果一手拿2个以上的物品，看起来会很不自然。对魔术师而言，魔术棒呢其实是用来掩饰手中有藏东西，只是今天教的魔术棒用牌盒来代替。对观众而言，除了视觉上的错误引导之外，还有心理上的错误引导。因为我一拿出牌，观众就会想说我要变扑克牌的魔术，所以我一句话都不说就拿着牌盒，观众潜意识里就会假设魔术师手上没有藏东西。好，首先呢，把硬币呢藏在大约中指跟无名指第3个指节这里，像这样子卡住，所以硬币是不会掉下来的。记得指缝不要太开，指缝太开会被观众看到有硬币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把牌盒打开，把牌拿出来。把牌拿出来的同时，直接夹在虎口，所以就可以挡住了，挡住这个硬币，所以从上往下看都看不到。从侧面看起来像这样子，只有中指和食指拿牌。然后一开始呢，可以展示每张牌都不一样。OK， 然后请一位观众随便的碰一张牌，再请另外一位观众随便的碰一张牌。这里呢，用右手把整叠牌这样子拿着，然后往下移。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夹住凸出来这2张牌，抽出来的同时，刚好你看就挡住了这个硬币。再一次哦，像这样子把它抽出来，硬币就在下面，对吧？它刚好就挡住了。这时候错误引导来了，这时候跟观众说，彻底的把这牌洗乱，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副牌上面，不会在这里。然后给观众洗牌的同时，左手的手掌打开，让2张牌直接盖在硬币上。然后呢，右手硬币跟牌一起把它捏住，像这样子。从上面的角度看起来像这样。好，这时候观众洗完牌之后，可以跟观众说：“哦，为什么可以洗牌？你知道吗？哦，因为这副牌我们用不到了。”这时候观众就会笑，这就是一个错误引导。只要让观众笑，他就不会注意这2张牌可能下面有藏硬币，潜意识里他不会觉得下面会有硬币。然后呢，打开扑克牌，这时候动作是这样子，我从下面给你们看一次，其实是这样子。这是左手，这是右手。首先呢，打开第1张牌给观众看，然后呢，打开第2张牌给观众看，再交换回来。所以其实就是下面这边一直在交换，有没有看到？当你展示右手的时候，硬币在左手。当你展示左手的时候，硬币在右手。从上面看起来像这样子。记得呢，这个魔术是尽量要让观众的角度尽量是从上往下看。有些小朋友长得比较矮，他可能会从下往上看，那有时候就会不小心看到这个硬币，要小心。然后呢，把牌直接叠在一起，魔术动作弹手指。就会变出硬币，就这样。这个魔术非常的简单。希望各位看完魔术教学以后，实际的
拿硬币和牌出来练习。练习的时候碰到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